伊朗要帮助中国摧毁美国的霸权，中美博弈的重心有可能转向中东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中国推动伊朗与沙特签订恢复建交的协议之后，中东地缘政治迎来了一场巨变。原来博弈的两大巨头握手，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安全保护的依赖降低，从而走上更加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对于多年被打压的伊朗来说，似乎也看到了利用中国力量摧毁美国霸权的希望。近日，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萨法维对外表示，中国开始明确将战略利益重心从东亚扩展到中东，伊朗的地缘政治分量正在增加。伊朗要帮助中国和俄罗斯反击美国霸权，在中东开辟一条新的战线。萨法维称，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衰落的时代已经开始，美国的中东霸权正被终结，该地区将走向后美国时代。过去，美国是利用台湾问题和乌克兰危机同时对付中国和俄罗斯，现在伊朗需要抓住机遇，通过制定更加明确的战略来应对美国威胁。萨法维虽然没有明言，但是基于中东伊斯兰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再加上5次中东战争、巴勒斯坦问题悬而未决等矛盾，以色列可能因此而陷入地缘政治博弈的漩涡。美国国防部长紧急前往以色列，正在全力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而以色列扬言要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打击，就是要避免自己在中东变局中陷入被动。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和解之后，他就有了更多的外交军事资源用于反击美国霸权。那么反击的地点会在哪里呢？第一，伊朗很可能在叙利亚方向对美国发起反击。美国在叙利亚有驻军，主要是为了扶持库尔德人武装打击 IS， 并经常干点倒卖叙利亚石油资源的勾当。驻叙美军现在正变成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的共同敌人。第二，伊朗可以联合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方向对以色列展开反击，推动巴勒斯坦建国，要求以色列放弃吞并巴勒斯坦的领土。此举不但符合联合国决议，也是让美国和以色列感到非常难受的地方。第三，伊朗可以发挥在伊拉克的影响力，推动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撤出。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在伊拉克的影响力非常大，若推动伊拉克国内的反美力量发力，让美国人像在阿富汗那样灰头土脸的撤出，并非没有可能。第四，伊朗反击美国制裁，大力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同样能让美国难以忍受。现在的问题是，中美博弈的重心有没有可能转向中东地区呢？答案是这样的可能性有，但并不大。首先，中国的中东战略不是替代美国的地位，而是推动相关国家的和解，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你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推动中东和解是在反击美国霸权，但不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其次，中国同样重视发展和以色列的关系，推动中东和解，在我们看来与敌对以色列无关。事实上，中国外交部门在推动沙特与伊朗和解之后，我们国家的中东问题特使就同以色列的外长以及其外交部总司长进行了会面。从这次会面的情况不难看出，推动沙以和解并非是针对以色列的，其意思非常明确。最后，中国反击美国霸权将是全方位的，不可能集中在某一个地区。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主要表现形式还不是地缘政治影响的竞争，而是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之争，是全球治理的理念之争。所以，中国推动伊沙和解，对于伊朗反击美国霸权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但是对中国来说，并不等于反击美国霸权的重心已经从东亚转向了中东。中国要摧毁美国霸权，靠的是自己的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和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提升，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美国利用区域对抗
输出安全战略，谋求全球霸权，并攫取经济利益，而我们就输出世界和平理念，反击美国的霸权。这才是中国当前正在做的事儿。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